第161章。我难道就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吗？但成功并不是光凭努力就够的，机会是有数的，并不是轻易给人的。能够走5步就走完的路，你为什么要走10步甚至100步呢？难道当初你娶娘的时候也想了这些吗？只是没有法子娶到名门望族的女子，才退而求其次。虽然您在仕途上走得很艰难，难道您能说娘在这些年对您一点帮助都没有吗？此一时彼一时，我那个时候的情况和你现在情况不同，我吃了多少苦头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我才不想要你再走一回。我承认丹娘是个好姑娘，与你年貌相当，但是她心中有你吗？如果不是家中反对，娘有几次三番去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我跟牡丹何至于到这个地步？如果她心中真的有你，就不该成为你的绊脚石。如果她一心想跟你在一起，为了你好，就要懂得做一些牺牲。如果你们真想在一起，我也不是完全不允许，只要她肯退一小步。您的意思是让丹娘做我的侧室？但是她肯吗？何家肯吗？爹爹您有话跟儿子直说就是了，何必这么拐弯抹角的？哼，实话和你说，清河无事此番也会有人来，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旁人打着灯笼也求不到的。我从来都不知道清河无事与我家也有交情。之前是没交情，但是以后就会有了。说起来，这一位可是从前秦妃娘娘提起过的。只怕是旁支庶女吧，就算是嫁过来，也不见得就能给到你所想要的。虽然五姓嫡女说起来不多，但这位各方面还偏巧都是良配，你也不要急，人家还不见得就能看得上你呢。我就是提前和你打个招呼，该怎么办你心里要有数。你今年已经是21了，再也拖不得了。我不是卖子求荣的人，我知道什么对你更好，更何况我们家如今的情况你要明白，有些事情也不是你我就能做得了主的。李渊说完，一甩鞭子，扔下李兴，自行离去。李兴呆立片刻，咬紧了牙关，也狠狠一挥鞭子，纵马疾驰，瞬间就将身后的苍山与罗山甩出老远。转眼间到了七夕这一天，一大清早，何家的院子里就喧嚣起来，大人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女人们更是精心装扮，满头珠翠，浓烈的熏香味熏得何志忠忍不住打了无数个喷嚏。哎呀，我虽然平常就嗅过了这香味，但若是经常这样啊，我这鼻子只怕要不中用了。咱们家的熏香味儿其实算够清雅的了，不过咱家人多，味道又不同，才会这样。爹爹偶尔忍受一回就受不了，那我们今日还要与那么多美人儿共聚一堂呢，岂不是要叫我们都捂紧了鼻子啊？我是不管你们捂鼻子还是不捂鼻子，我只知道我今日拿去的这香山子，只要一拿出来，就要叫那许多人来问是谁家卖的。明日后日，我们铺子里又要开始忙了。众人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一行几十人说笑着浩浩荡荡地往昭国坊而去。此刻尚早，李满娘的新宅外面围满的全是自家的亲戚，就等着吉时一到，好按部就班地完成入宅仪式。李满娘穿了一件绛红色的襦裙，满脸喜色地与众人愉快地交谈着。一时看到了何家众人过来，便从人群中挤过来招呼道：哎呀，你可算是来了呀，拖家带口的可真不容易，孩子们多，没法子。然后岑夫人谈笑自若地与其他人打招呼，崔夫人见状也跟着上前来和岑夫人说话。
崔夫人忍不住偷看了一直站在街边墙角里的李姓一眼，但见李姓虽然没有过来与何家人打招呼，却阴沉着脸一直看着牡丹。崔夫人的笑容就有些僵硬，不动声色地上前挡在二人之间。牡丹并没有刻意去关注崔夫人的小动作，她一来就被李家的那些亲戚们围在了中间，不停地回答大家的问题，表示感谢大家的关心。偶尔遇到几个说话不好听的，也全当作没听见，尽量维持着得体的笑容和亲切的语气。不多时，李满娘笑道：“吉时到了。”牡丹记得搬入新宅的讲究很多，赶紧选了个绝佳的位置站好看热闹。崔夫人指挥着瑞娘、韩娘两个童女，一人捧着装满清水的瓷杯，一人捧着点燃的蜡烛站在最前面。何问、何烈、何纯三个童男，两人捧水，一人执烛，紧随其后。李姓牵羊，何大郎拉牛，两个李家的子侄抬着一张堆满了金玉器物的长案，二郎、三郎抬着一只装满了白骨的铜斧。李满娘的大儿子抱了一把剑，二儿子提着一个马鞍，几个儿子排队跟在后面依次入内。第162章。牡丹以为这样就结束了，结果还没完。另两个李家的子侄又抬了一只装满了彩色棉帛的箱子跟着入内。崔夫人与岑夫人一人抱了一个装满5种饭的木桶紧随其后。李满娘则把一把亮锃锃的大铜锁捧在胸前，跟着众人踏入大门。众人俱都欢笑起来，齐声喊道：“执烛清水，牵羊拽牛，案堆金器，斧迎白骨，香满棉帛，大吉！”喊完之后，嘻嘻哈哈的依次入内，入宅仪式这才算是结束。李满娘的这个宅子很不错，非常宽大，草木也繁盛。众人四处参观了一番后，就四散开来，为了下午的宴会，各自去安排帮忙去了。只剩下年轻的女孩子们坐在园子里的池塘边、亭子里纳凉说笑。女孩子们中，只有牡丹是嫁过人又和离的，除去英娘、荣娘等自己的侄女外，其他人其实对牡丹都是抱着一种非常好奇探究的态度。一群人把牡丹围在中间，研究完她的首饰，又看她的衣服，接着又研究她的香囊，又好奇她的口脂颜色。忽听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欢声笑语，几个衣着鲜艳的女孩子嬉笑着朝亭子走过来。当先一人大声道：“何姐姐，我找了你好一会儿了，快来，我带了好几个姐妹来给你瞧。”正是许久不见的雪娘。牡丹忙起身迎上前去，不期然的，她从几个女孩子中看到了穿着盛装的戚玉珠。戚玉珠的笑容有一点点的不自然，很快就被她掩饰过去，上前语态温柔地和牡丹行礼问好：“何姐姐，你们认识啊？”“自然是认识的。玉珠妹妹曾经和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亲戚。”果然瞧见其他几个女孩子都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来，有人微微不屑，有人却是无所谓。其中一个活泼俏丽的女子望着牡丹，露齿微笑：“我听说过你。”“哦。”“清河吴氏17娘是我的祖姐，我们经常在一起下棋，我曾听她说起过你，说你很好。哦，对了，我是19娘，很高兴认识你。”牡丹笑望着19娘，行了个礼。19娘的身上并没有吴希莲那种倨傲，人也没有吴希莲那么美丽，但是整个人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却是显而易见的。19娘也在不露痕迹地打量着牡丹。牡丹很美丽，
19娘不知道什么叫做倾国倾城，可她知道，在她这一生见过的女子中，牡丹的美丽是屈指可数的。年华易逝，红颜易老，所以她最欣赏的还是牡丹那种不卑不亢、坦然自若的气度。今日得见，牡丹果然没有让她失望，是个勇敢大方洒脱的女子。雪娘亲热地拉着牡丹的手，何姐姐，你上次送我的芙蕖衣香果然是精品，在外面花钱也买不到。刚才我和母亲他们在外面陪夫人们说话，这几位姐妹闻到了这香味儿，都想要向你取经。崔夫人就说你也在，便让我领了他们进来了，扰了你的清静，可别见怪呀。我这段时间忙得很，不然早就上门去找你玩了。今日也是不知你要来，要不就派人去邀你来说话了，又怎会嫌你扰了我的清静？走，咱们去那边凉亭里坐坐，我的姐妹们都在那里，还有侄女儿也在。戚玉珠看了那凉亭一眼，见里面的人多，心里不喜欢，就有些迟疑。唯有雪娘喜欢人多，也没有那么多讲究，正要应了好，荣娘与英娘已经非常懂事地领着几个妹妹过来。姑姑，我们想去游游园子，听说那边还有一个水榭，想去那里看看，喂喂鱼。这就是给牡丹等人挪地方了，还是自家人最体贴啊。牡丹伸手给最小的瑞娘和韩娘理了理衣服和头发。太阳大，尽量在树荫下玩，当心中了暑，在水边的时候也要小心些，别掉进去了。姑姑您放心，我会照看好妹妹们的。见荣娘和英娘等人远去，雪娘脸上露出羡慕的神气来。你们家的人真多，你侄女儿也没比你小多少呀，想必你家里一定很热闹。既然雪娘妹妹这么喜欢，不如叫何姐姐请你去他们家玩啊。戚玉珠心里一直爱慕着李杏，下意识的就将今天的这些女孩子们都视作了她潜在的敌人，特别是李杏最亲近的牡丹，出身最好的19娘，其次是父亲官职最大的雪娘，3个人都是她的目标。好主意呀！我一直就想跟何姐姐去你家的香料铺子和珠宝铺子里看看。哎，何姐姐，我听李夫人说你在黄渠边上修了个庄子，你最近是一直在忙这个吗？正是，除了这个，我也忙着到处买牡丹芍药，四处寻访名花呢，也没时间制香了。是啊，我听说你有许多名贵牡丹，也特别擅长种牡丹。怎么，这是要建一个牡丹园子吗？是谁帮你织的园子？有多大？正是要建一个牡丹园子，是请法寿寺的福源大师制的园子，约有100亩左右，不是很大，却也让我累得够呛呢。第163章，福源大师的名头却是在座的女子们多数都听说过的，甚至有些人家中的别院就是请的福源大师。一时之间，好几个人都主动地和牡丹搭上了话，问牡丹的园子主要讲究些什么。牡丹自然是极力夸赞了一番，只不过为了不让人反感，着力点并没有放在自己的园子身上，而是大肆夸赞福源大师的奇思妙想，利用福源的名头来招揽这些人的兴趣。其他人他不知道，但雪娘却是异常感兴趣，揪着她的袖子撒娇。何姐姐，我不管，修好园子以后，你一定要请我去玩。以水为主体，那么春日泛舟河上，你从那桃李林中穿行，探幽访花，想来一定是极美的。到时候也和我说一声吧，我也去凑个热闹。何姐姐真是厉害，这园子是打算如同曹家花园一样的吧？想来将来收入一定不菲。我爱牡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收尽天下名品，每日种花赏花，与志同道合的人泛舟湖上，春日观花，夏日戏水，秋日赏月，冬日听雪。
那我这一生也就圆满了。可这么大的园子，这么多的花，每年维护都要花许多钱。我不过是个女子，没什么生存技能，又不忍心靠着父兄养一辈子。那么，除了招待至亲好友之外，不管我想或是不想，都是不得不走那条路的。总不能让花木无人打理吧？那可就是大罪过了。何姐姐，你真能干！我娘就常人骂我，说我只会糟蹋家里的好东西，浪费粮食，其他一点用都没有。我若是有你一半的本事，她就不会说我了。何姐姐的园子是名家设计，种的又是名贵牡丹，想来去的人一定很多。到时候收钱可以比曹家花园多收些，就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啦。月珠妹妹，你错了。我哪里错了？戚玉珠今日画的本就是泪妆，这泪妆是舍弃了红粉，只用白粉将整个脸尽数涂白，看着就像是刚哭过，没有心思上妆一般。雪娘见状，忙一把拉住戚玉珠，劝道：珠娘，你别哭，何姐姐不过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她自然是有道理的，咱们听她慢慢细说不好吗？你这傻孩子，珠娘哪里是要哭了？这泪妆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这样一说，倒显得珠娘小气似的，为了一句话就要哭。正是，我哪有那么无聊？何姐姐，你说我错了，我错在哪里啊？难道你建这园子不是为了这个吗？既然东西比别人的好，多收点钱又算得了什么？我最主要还是因为感兴趣。我经常想，我是靠着父兄疼爱，家境也还算富裕，所以才能满足我这个嗜好。但这天下间爱牡丹的人何止千万，一株名贵品种，有可能是10户日子还不错的人家1年的赋税，甚至还要多。能够买得起的人又有多少？所以，我除了要收钱养园子养活自己之外，还想让那些买不起花、修不起园子的人，可以随便花一点钱，就可以欣赏到自己想看的花，在园子里欢乐地过上一整天。我身为女子，能做的事情不多，但可以尽量为天下爱花、与我志同道合之人做上这么一点点事情。只愿爱花之人有朝一日都能种得起牡丹。所以多收钱，我是不会的。牡丹的话让众女一阵沉默。程媚娘摇扇轻笑：何姐姐这个愿望虽然只是为了让天下之人有花可看，但着实远大得很。奈何我却是认为，这人生来就分3、6、9等，这花同样也分3、6、9等，养得起或是养不起都有定论。不过呢，我倒是愿意到时候去你的园子中一游，到时候也请和我说一声，若是果真美丽，包园子游宴也是可以的。就算是你不想多收钱，也定然不会让你吃亏。媚娘姐姐，你可别忘了今日你说过的这话。我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人，也不喜欢没事总欺负人。知道我的人都会晓得我最是公正。只要这园子建得好，我愿意做第一个客人，去你那里举行春宴。不管你是为了养活自己，还是为了达成愿望，只一条，不忍气吞声的求人养着，我敬你是个有志气的人。说到这里，程媚娘淡淡地扫了戚玉珠一眼。吴19娘看在眼里，淡然一笑，低头拿着手里那把象牙丝编成的扇子，左看右看，仿佛那扇子上有朵花似的。雪娘则眨巴着眼睛：那我岂不是很没用了？不，你很有用啊，最起码让人看着就能高兴起来，而不是看着就想哭。戚玉珠意识到程媚娘这话是讽刺自己的妆容，脸色越发委屈难看，差点没站起来转身逃走。第164章，牡丹不知道这程媚娘是何许人也，
为何还不曾见到自己的庄子就说出这种话来？也不知程媚娘为何事事针对戚玉珠。她试探着邀请众人，既然如此，等到园子建好以后，诸位若是有空，我再请诸位去游玩。你不晓得我们住哪里，到时候让雪娘来通知我们，若是有空定然要来的。何姐姐，说服去异乡呢，你快说说看是怎么弄的？你不是说另外还有几种法子吗？一并说给我们大家听听。上次你给我纳香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笑话我啦。今日你务必要让他们开开眼啊！你今天身上的是梅花香，怪好闻的。你这配方不要和他们说，只和我一个人说，让我和他们讲，显摆显摆，好不？雪娘你好不懂事，何姐姐家中就是开香料铺子的，这些香想来都是密不外传的香方，是要留着去卖钱的，怎会轻易就和我们说了？你快别强人所难了。玉珠妹妹不必担忧，我们家虽然开香料铺子，却不曾卖成香。我之所以知道制香的法子，实是因为我二哥喜欢。我所知晓的不多，不过倒是可以和诸位交流一下。要是各位觉得我说的方子还好，去我家的铺子里时，还可以问问我二哥，他知道的更多更妙。大家对牡丹的态度虽然说不上十分亲热，却也不错，都表示有空的时候愿意去何家的香料铺子上看看，还直接表示让牡丹新园子落成之后一定约了他们去看。待到崔夫人听到消息反馈，知道牡丹竟然和这些人推销起了何家的香料和他那个还没有开张的牡丹园子时，不由气道：哎呦，这孩子掉钱眼里去了，竟是不放过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也不想想要是人家回去以后和家里人说起来，咱们家的亲戚就只知道做生意，那可怎么好啊？说完，吩咐人去将众人请出来入席，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两方人的座次是分开的，各不相扰，唯有雪娘得了窦夫人的允许，八爪鱼一样的贴着牡丹，咬着牡丹的耳朵，轻声道：你可知道这些人今日来是做什么的？不知。我和你说，他们其实是听说圣上有意让宁王去做尚书省，做仆业，而你家表哥有可能得到一个好职位，所以才来的，你明白了吧？这相当于是一个信号，宁王前途无量，连带着李家也要飞黄腾达了，所以才会有了清河无事女子的出现。雪娘见牡丹笑看着自己，不由恼羞成怒：不许你这样笑，我才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我是因为我娘和李夫人交好，所以才来的。我要是有那个心思，还不学着他们那般去讨好主人家，还陪着你在这里说闲话。是我笑错了，我不笑就是了。难看死了。何姐姐，你不知道我，除非是那个人，我才有心思和他们一样去讨好人，不然我是不耐烦的。既然不喜欢，自然是做什么都不情愿的。可是有些人，就算是你心甘情愿想为他做点什么，哪怕就是想多看一眼，也都没机会的。说得这样沉重，小丫头有心事了？何姐姐，明日我和你一起去你庄子玩可好？明日我不去庄子里，过段时间我要种花种子，那时会到那里去住段时间，到时候再喊你好不好？那好吧。哎，你可知道程媚娘为什么总是看不惯戚玉珠？其实戚玉珠平时没那么让人讨厌啦，她几次来我家里玩都讨喜得很，今日不知道是怎么了，总是和你过不去。也不算过不去啊，她说的都是实话。我家里本来就是做生意的，我建了这园子也本来就是为了收钱的。不是，我知道原因，这戚玉珠与程媚娘之间是有些问题的。戚玉珠一定是因为你不要他表哥了，一家子都觉得没面子，他表哥又不得不娶那个瘸子郡主，他姑母气得起不来床，所以才会冤上了你，不愿意给你好脸色看。而这程媚娘
就算不是今日这种情况，他也不会给戚玉珠好脸色看的。谁叫戚玉珠是刘畅的表妹，也是那瘸子郡主将来的表妹呢？难道程媚娘与清华郡主是有仇的？第165章。你还记得那位被清华郡主弄得摔下马的新康郡主的姨表妹刘云吗？这位程媚娘同样是那位刘云的表妹，她家的人恨不得把清华郡主撕来吃了，看到和她有关的人自然不会有好脸色，同样他们对着我们肯定是要给好脸色的啦。那位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挺不好的，我听说当初你也曾经差点被那恶毒的女人纵马踩死，还是那位蒋公子救的你，是不是？是，若非他仗义出手，我只怕是不能认识你了。雪娘咬着乌木包银筷子，久久不语。不多时，宴席散了，喝得微醺的女人们被李满娘和崔夫人邀请了去里面休息说话。岑夫人过来和牡丹说：和纯有点不舒服，大约是中暑了。反正你表姨这里也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了，咱们不如先回家去吧。牡丹心知崔夫人和李媛大概都是不想要自己在这里待太长的，自己主动早点走对大家都有好处，便和雪娘道别，说自己要走了。雪娘舍不得她，硬拉着她去和程媚娘等人道别，意思也是提醒这些人不要忘了以后牡丹开园时去捧场的诺言。崔夫人正兴高采烈地和吴十九娘的母亲夸赞十九娘端庄大方，甜美可人。见牡丹跟了雪娘进去，和十九娘等人打招呼说笑，悄声声地站在那里，说不出的眨眼睛，忍不住就皱起了眉头，恨不得牡丹赶紧消失才好。牡丹与众人别过之后，又随岑夫人去找李满娘道别。李满娘忙得脚不沾地，听说何家人要先走了，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忍心地拉着牡丹低声道：好孩子，我这回有了自己的房子，进出招待人都方便许多，你日后可要记得经常和你母亲过来，待到秋天的时候，我带你去打猎。牡丹笑着应了，同样给崔夫人行了个礼。崔夫人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两句客气话，没提让何家人去他们家玩之类的话。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不会再踏足李家的大门了。一行人往外走时，遇到李杏站在墙边与人说话，何烈要去和他打招呼，牡丹一把扯住他：没看到你表叔正在和人说话吗？不要去打扰他了。你七弟不舒服，咱们赶紧回家才是正事。牡丹的声音很轻，李杏却听得很清楚。他无力地目送着牡丹窈窕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转角处，再也看不见。他曾经去试探过宁王，但是宁王轻轻的一句话就浇灭了他所有的指望。宁王直截了当地和他提起了清和无事的十九娘。你父亲和姑说过，从前阿琴在世的时候，也曾和姑说过，十九娘是个好女子，与你最配。她的目光向来是极准的。你年龄不小，不许再和从前那般胡闹。成家以后，就早日把心定下来，祝姑成就大事，也省得让你父母担心。李杏最难过时，也曾想过抛下这一切和牡丹一起远走高飞，但他冷静下来之后细细一想，牡丹是绝对不会答应他的。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见之，那又和李元故意刁难他说的那番话有什么区别呢？李杏正在怅惘间，罗珊咬着手指头走出来，万分同情地看着他：公子，夫人请您进去呢，说是几位什么夫人要见您。李杏阴沉着脸不说话。苍山又走过来低声道：哎，公子，老爷叫你，
有几位客人说要见你，让你马上过去。李姓默默站了片刻，步履沉重地跟着苍山去见李元。当天夜里，牛郎织女相会，凡是有女子的人家都要月下穿针理线乞巧，又在庭院中设瓜果酒肉。何家女人多，热闹程度非同一般。大郎领着一群男孩子女孩子满院子的找蜘蛛，找到蜘蛛就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小盒子中。女人们人手一只，专等第二日清早起来检视各自盒中的蜘蛛结网疏密程度。若是密，那就是巧多；若是稀，便是巧少。牡丹从来对蜘蛛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奈何风俗如此，无人能免，只得呲着牙接过何如递过来的小木盒子，嫌弃地扔在桌上，将手背摸了又摸，抹了又抹。瑞娘胆子极大，见状抓了一只小蜘蛛扔到牡丹手上，惹得牡丹凄厉的尖叫一声，又跳又叫，张着两只手拼命地甩。一家子人谁也不去帮他，光抱着手站在那里看他的笑话。孩子们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纷纷骂他胆小鬼。第166章，牡丹只觉得被蜘蛛爬过，一整只手臂都是酥的，连着半边身子和脖子都是酥麻一片，汗毛直立，差点眼睛和鼻腔就酸了。还是大郎不忍，上前按住牡丹的肩头：“我给你拿掉，别叫了。哎，早就被你甩得不知去向了，还叫什么跳什么？”想必是钻到我衣服里去了。雨禾，你过来帮我找找。话音未落，就觉得后颈窝一阵酥麻，什么东西轻轻爬了过去，不由得要命地喊了一声：“啊，在我脖子里，在我脖子里，快拿掉！”众人哄堂大笑起来，大郎更是眼泪都笑出来。牡丹回头一瞧，却是婉娘手里拿着一根细草叶子立在自己身后，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无辜地看着自己。刚才分明就是他拿了细草叶子撩自己的脖子来着。牡丹又羞又恼，大叫一声：“好你个小坏蛋！”婉娘见势头不好，拔腿就跑。牡丹挽挽袖子，凶神恶煞地追了上去。姑侄俩满院子里打闹，其他几个孩子看着好玩，也纷纷加入战团。一时间，何家的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何志忠与岑夫人歪在藤榻上，笑得嘴都合不拢。一家人直到闹到月上中天方才散去。因牡丹住的后廊屋相对低矮狭窄，窗子也小，气流不是那么通畅，夜里住着实在是太过闷热，少不得叫雨禾等人将藤凉榻搬到院子里，取了碧纱橱罩上，又将山水小屏风在床头安好，准备在院子里纳凉过夜。一切安置妥当，牡丹爬上榻去躺好，透过顶上的天青色薄纱，仰望着天上璀璨的群星，难得的生出些诗情画意来。那什么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说的应当就是这种情形了。只可惜他只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在眨眼睛，却不知道哪个是牵牛星，谁是织女星。也不知是谁家还在夜宴，丝竹歌声随风飘来，好听极了。牡丹看着天上的星光，嗅着一旁银香囊散发出来的梅香，听着飘渺的歌声，渐渐睡去了。明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开始。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极快，转眼间就到了7月中旬。牡丹算计着应该播种了，便派雨禾去和雪娘说，第2日他要去方圆播种，
问雪娘可有空闲跟他一起去。雪娘自是不客气。第二天一早，牡丹吃过早饭，仍有风大娘、雨禾，还有几个强壮有力的家丁陪着，站在启夏门外等候雪娘。不多时，骑着白马，打扮得美丽动人的雪娘神采飞扬地打马奔来。她身后跟了2个婆子、1个丫头和3、4个家丁，甚至于还跟着一辆毡车。你不过是跟我去玩一趟，怎么除了骑马还带了车啊？你不是说你要去庄子里小住吗？怎么你们就只提几个篮子呀？我的东西早就送过去的，想住下方便得很。何况今日我也不打算在那里住，我得把你送回家呢。你什么意思啊？怎么啦？你说你要去小住才叫我来，可不是就是约我一起去小住的。我好容易才说动了我娘，看看吧，我东西都收拾好了这么一车，你却要叫我当天就回家，可不是戏耍我来着。也许是我之前没说清楚，现下我那庄子里乱糟糟的，实在有些不便招待贵客。何姐姐，我知道我鲁莽了，可是我已经到了这地步了，你不能把我赶回去。你也别担心我能吃得苦的，只要有吃的有住的地方就行。被子、洗漱用具我什么都带齐了的，求求你了，我在城里和那些娇滴滴一句话几个意思的小娘子们处着也不愉快，就喜欢和你住在一起。不管你能吃苦还是不能吃苦，都是那个样子，还在修建着呢，乱七八糟的，你可别后悔啊。你能吃苦，我就能吃。牡丹只好叫个家丁打马回家，请薛氏帮着重新准备吃食用具，稍后再送去庄子上。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了城，往庄子里去。雪娘见牡丹骑马的姿势比之前娴熟了许多，不由笑道：何姐姐，我们比比谁最先跑到上次我们去看打马球那地方好不好？好呀，我也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的菜。如果你输了，你要请我在你庄子上多玩几天。自己这个半吊子，就算是这段时间努力了，也是不能和雪娘相比的。这点自知之明，牡丹还是有的。小姑娘绕来绕去，就是想在自己的庄子上多玩一段时间罢了。1天也是麻烦，2天也是麻烦。牡丹苦笑着扶了扶额头，拖长声音：行。何姐姐，我让你6声。牡丹毫不客气地应了下来，雪娘便叫她的丫鬟小玲喊数。待牡丹纵马奔出之后，从1数到6，雪娘方才打马追了出去。风大娘等人少不得大呼小叫的跟着追了上去。第167章。得益于这段时间的锻炼，牡丹再不是那个风一吹就倒的弱女子，一口气跑到那里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她放马狂奔，听到耳边有风声呼啸而过，整个人仿佛都要飞起来似的，不由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快乐。雪娘眼看着牡丹瞬间跑得老远，不由将手指含在口中，纵情呼啸了一声，然后带了几分志在必得的笑意，使劲给了马儿一鞭子。论骑术，牡丹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他一拿出真本事来，高下立现，很快就将牡丹抛在了身后。这样的结果也早在牡丹的意料之中，但牡丹心想着，就算是输了，也不能输得太多，因此也就继续打马跟上。然而双方差距实在是太大，待到牡丹追上雪娘的时候，已经是2盏茶之后的事情了。前面围着一群人，雪娘身上那件火红色的胡服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显眼。她已经下了马，手里捏着鞭子，垂着头，听面前2个上了年纪的嬷嬷狠狠训斥。路边停着一辆马车，10来个带刀汉子四散在周围，见牡丹打马奔过来，
立刻就有个矮胖汉子上前喝问，叫他停住下马，避让到一旁去。那马车从外表上来看并没有任何出奇之处，但牡丹心想着，这里靠近宁王的庄子，多半又是遇到了什么了不起的贵人了。雪娘约莫是冲撞了人家的车架，人是跟着他出来的，少不得要管到底。因此滚鞍下马，行了一礼，陪笑道：这位大哥，那是我小妹妹，她年纪轻，贪玩，粗心大意，不知又是做了什么不妥的事情。哼，你这妹妹好不懂事，既然看到前面有车来了，就该放缓了马，慢行才是。这怎能这么没头没脑的乱冲呢？冲撞了贵人怎么办呢？我这妹妹年前才从外地来的，不知道这京中的规矩，年纪又轻，难免失了分寸，还请大哥帮我求个情，让她赔个礼道个歉，若是有损失赔上，饶了她这遭可好？你跟我来。牡丹忙把马拴在路旁的柳树上，快步跟了那矮胖汉子去寻雪娘。但见那两个嬷嬷声色俱厉地指着雪娘骂，雪娘的头都要埋到胸前去了，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只能是死死咬住唇，紧紧攥住了马鞭，骨节都发了白。听见声响，回头看到牡丹，眼圈一红，豆子大小的泪珠一连串地滚出来，只死死咬着唇，不叫自己哭出声来。那矮胖汉子同那两个嬷嬷道：这是他姐姐替他来赔礼的，原来是才从外地来的，不懂得规矩。正是因为不懂得规矩，所以才要教教他，省得什么时候把小命丢了都不知道。牡丹见那二人衣饰虽然简单，颜色也朴素，用料却极讲究，知道一般的东西人家定然是看不上眼儿，忙将手上戴着的一对银镯子撸下来，不管不顾的一把握住那穿灰衣的嬷嬷的手，借着袖子掩盖，把镯子划到了她手上，情真意切的道：嬷嬷教训的是，我回去一定好生教训教训她，断然不叫她再犯这种错误。劳烦嬷嬷行个好，替我们在贵人面前求求情，我们姐妹俩去和贵人行礼致歉，定然不忘嬷嬷们的好处。那嬷嬷不动声色地用手指在袖子里摸了摸牡丹塞过来的东西，眼神柔和了一些，但听说去和车中贵人行礼致歉，却露出不怎么愿意的样子来，不由求救地看了那好心的矮胖汉子一眼。那矮胖汉子看了看天色，将那嬷嬷叫到一旁，低声说了几句。牡丹侧耳偷听，只听到了几个词：如人、殿下、不好。那嬷嬷再回过头来时，脸色好看了许多。你们等着，待我去禀明了贵人，若是贵人愿意饶了你们，便罢了。说完，果真过去，停在那车前低声陪笑。雪娘委屈地握住牡丹的手，低声哽咽道：可姐姐，我真没故意惹祸，分明是……牡丹见另一个嬷嬷眼神犀利地看过来，忙紧握了雪娘的手，示意她不要说了。二人齐齐看向车那边，只盼那嬷嬷和那什么贵人说好了，早点放他们走。谁知那边却是情况不妙，牡丹听不见人声，却看到那嬷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仿佛是被车中的人骂了。牡丹见那边的情势不好，看样子是遇到了个不好说话的骄横主，大概是不能轻易善了了，只能寄希望于对方看在雪娘父亲的面子上，抬手放过雪娘，便低声问雪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没有告诉他们你是谁家的女儿吗？第168章。他们是突然从旁边的路上转过来的，有这几棵树遮着，我骑马过来时并没有看见他们，待到突然看见时，也是相差不远了。我见他们虽然人多，马车却只是普通样式，也只有一匹马拉着，其他也看不出什么来，并不需要回避退让。
我就把马拨到路旁去，继续跑自己的。谁知道竟就把我拦了下来，不由分说就将我的马夺了过去，张口就骂人。我不忿，顶撞了2句，他们就从车上下来，又掌我的嘴。我害怕极了，赶紧说了我爹爹的名字，这才没有张嘴。却是只管揪着我骂，我长这么大就从来没有被人这么骂过。不要紧，既然知道你的身份，就没有打你了，那说明大概是认识你爹爹的，想来也不会怎样，最多就是让人家出气，赔礼道歉就是了。稍请，那灰衣嬷嬷气哼哼地走过来，没好气儿道：让你们2人过去呢，过去以后小心说话。还劳烦嬷嬷指点一下，不知贵人怎么称呼的，我怕不小心说错了话。是宁王府的孟如人。雪娘，他们人多，再说不管怎样，他地位也不低，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还是去一趟，不然你的马儿被人扣着，人家也不放你走，可怎么办呢？雪娘闻言，垂头丧气地跟着牡丹过去。2人还未到那马车之前，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龙涎香味儿。在这样清新的乡间早晨，闻起来让人顿生一种违和感。牡丹对车中的人也没什么好印象，觉着就是一无事生非的骄奢主，闻着这味儿便更觉得发闷。2人刚刚站定，车旁一个貌美侍女就斥道：还不跪下！牡丹忍不住皱起眉头，再看雪娘，雪娘的脸已经涨得通红，立时就要发作了。而那位灰衣嬷嬷虽然面无表情，嘴角却微微翘着，牡丹心里便有了数，当下装作没听见那侍女的斥责，按着平时的习惯含笑施了一礼：我这妹妹不懂事，见识浅薄，懂不得分辨仪仗，不识贵人身份，这才闯下大祸，还请您莫要和她一个小女孩计较，大人大量，饶了她这一遭。大胆！你们进了贵人的车驾，还有礼了？难道不知这是宁王府的车驾吗？我早就说过了，我不是故意的，这里刚好是个弯角，有树木挡着，我没看见你们，又因你们的车上没有任何标志，所以我才没下马，只将马儿拨到路边去，也没碰着惊着谁。就算是我的马儿踏起的灰尘污了你们的衣裳，我也道过歉了，愿意陪你们了，还要怎么着？你们爱怎么就怎么办，就算是圣上和皇后娘娘也是讲道理的。什么东西？圣上和娘娘都是你们能提的？天下百姓都是圣上的子民，我说圣上和娘娘讲道理，怎么就提不得？难道你认为我说错了？你敢说圣上和皇后娘娘不讲道理？你干嘛冤枉人？我哪里说过这种话？丽娘不得无礼呀！多直爽，多讲道理的2个小姑娘，看来果真是我不对了。不知2位如何称呼？不敢，我这妹妹快言快语，不晓得轻重，还望您不要见怪。她只是我的同伴，没有惹着你们，有火气就冲着我来就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雪娘硬邦邦地将自己父亲的名字再报了一遍，又将牡丹拉到身后。车帘子被人掀起，露出一张笑容满面的年轻女子的脸来。她发髻上簪了一朵白色的菊花，不曾佩戴任何金银首饰，披着白色纱袍，看上去很是朴素。看到她的这种近似于带笑的装扮，想到刚死没多久的宁王妃，牡丹几乎可以完全肯定，这人一定是宁王的姬妾。孟如人的目光在牡丹的脸上停住，眼里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光芒，随即又落在满脸气愤的雪娘身上。是我这婢女不懂规矩，唐突了2位。随即回脸装腔作势地骂了那貌美侍女几句，接着又骂那2个嬷嬷。亏你2位是府里的老人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先跟我说一声，这若是让人认为我是那等仗着殿下的事胡来的人，那可怎么好？您多心了，既然是误会，说开就好了，也怪我年幼轻狂，没看清就敢纵马狂奔，幸好没冲撞到贵人，否则可怎么好？小女子10条命也不够赔的。
哎呀，越说越让我惭愧了。二位妹妹，这是要去哪里啊？我和何姐姐一起去她的庄子里。这位妹妹长得可真美丽，你的庄子就在这附近吗？是在哪里呀？从这里还要过去很远呢。是吗？说起来，我和妹妹可真是有缘呢。你看，硬生生就遇上了。第169章。此时风大娘等人已经赶上来了，见牡丹与雪娘都下了马，站在一辆身份不明的马车前头跟人说话，周围黑压压的站着一群5大3粗的带刀男人，都被吓了一跳。但眼看着牡丹与雪娘似是没什么大碍，也就放下心来，下了马，守在一旁看着。那矮胖汉子看了看越发高起来的太阳，又焦躁地看了看来路，与那穿灰衣的嬷嬷对视一眼，做了个手势。那嬷嬷脸上露出了破釜沉舟的表情来，同孟如人行了个礼。如人，咱们在这里耽搁的时间太久了，只怕稍后殿下就要赶来了。今日有缘与二位妹妹相见，却是不小心生了误会，请容我改日设宴，向二位赔礼道歉。说着，看了看那叫做丽娘的侍女一眼，那侍女忙捧出2串檀香木珠子来。初次见面，没什么好东西，这只珠子是请高僧开过光的，乃是内造之物，还做得精细，送与二位妹妹做个见面礼，还望你们不要嫌弃。不必啦，只要您肯还我的马，让我们走，就比什么都好。好说好说，怎么，二位妹妹是嫌弃我这东西微薄粗陋，入不得眼吗？说着，竟示意那2位嬷嬷一人拿了一串，硬生生地给牡丹和雪娘套在了手上。那位穿灰衣的嬷嬷顿了一顿，仔细打量了牡丹一眼，握住牡丹的手，原本冷硬的脸上突然绽放出春天般温暖的笑容来。如人也是一片好意，小娘子就不要推辞了，再推辞就没意思了。随着那檀香木珠子一道套在牡丹手腕上的，还有原本属于她的那对银镯子。牡丹觉得从这孟如人掀开帘子开始，一切就都朝着诡异的方向发展。她下意识的就想赶紧离开这里，便谢了那孟如人，拉了雪娘道：雪娘，如人还要忙着赶路呢，我们就不要耽搁如人了，走吧。我不急，难得遇上这么投缘的人，再说2句也无妨。这位何妹妹，你家住何处啊？我猜你大概不会超过20岁吧？何姐姐还没满18岁呢。孟如人眼里闪过一丝喜意，又上下打量了牡丹的身材一眼，停留在她纤细平坦的腰腹上。看样子是深得家中父母喜爱，还没有许人呢？早就许了。孟如人皱了皱眉头，很是失望。不要说她，就是那灰衣嬷嬷都有些失望。牡丹趁机告辞，这回孟如人没有再留她，而是立刻就将帘子放了下来，命人赶车。牡丹松了口气，低声吩咐雪娘：下次不要轻易把咱们的姓名、年龄、住哪里什么的告诉旁人。何姐姐，你待我真好，我差点就连累了你。我开始真是害怕，看到你来了，我就不害怕了。你那对银镯子，等我回去以后赔你。看，这不又还给我了？这间里到处都是惹不得的人，以后小心一点。为什么收下的东西又还你啦？你说他到底怎么回事？前面那么凶悍，不依不饶的，后面却又硬拉着咱们说话，又送东西又讨好的，他到底想干嘛？也许先前是不知道你父亲是谁吧，后来听说了有点后悔，才这样的。才不会呢，这其中一定有古怪。他若是真肯看我爹的面子，先前就不会为难我那么久了。反正也猜不透他们的心思，不如别猜了，天色不早了，咱们赶紧走吧。二人正要翻身上马，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
大约20多号人马从岔路口那边转过，迎面奔来，身后扬起了一大片尘土。看到孟如人的车架，便都停了下来。孟如人则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满脸的欣喜。当头一个沾着玉簪的年轻男人沉着脸，放马儿慢慢踱过去，握着鞭子冷声道：“不是早就让你出门的吗？怎么还在这里？”孟如人笑着低声和他说了几句，又指指牡丹和雪娘。周围好几个人都朝牡丹和雪娘站立的地方看过来。牡丹下意识地垂下了眼，将身子侧过去，背开了脸。只有雪娘好奇地睁大眼睛盯着来人看。那人漫不经心地看了牡丹与雪娘一眼，见是个娇憨的小姑娘和一个背过身子去的害羞女子，也就不在意地回了头，招手叫那矮胖汉子过去吩咐了几句。待到那矮胖汉子走过来，对着牡丹和雪娘抱了抱拳，正色道：“我家殿下向2位小娘子赔礼，如人不懂事，请2位看在他的面子上，莫要和他计较。这位小娘子回去后，还请记得和黄将军说，宁王殿下向他问好。”不碍事，我回去后一定向家父转达。这边，孟如人揪着帕子，娇笑着对宁王道：“殿下，妾身看那位姓何的女子好生面善呢，您看咱们是不是什么时候见过呀？”宁王皱着眉头，不耐烦地回过头，再度朝着牡丹看过去。第170章。柳树下的年轻女子穿着浅嫩的黄色胡服，身姿窈窕挺拔，眉目如画，正浅浅淡淡地笑着行礼说话，看上去端庄大方，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清新洒脱。但对于宁王来说，美丽的女子并不算是什么稀罕之物，故而宁王只是多看了几眼，就把眼睛撇开了。没看出来哪里面善。殿下，您看她站立的姿势，实在是像极了谁？宁王果然又看了牡丹2眼，虽然最终不置可否地拨转了马头，脸上却也没露出厌烦的样子来。只要你愿意多看2眼，就说明有戏。男人果然就没一个不好色的，看来是妾身看错了，果然是今日第一次见到。不过呀，这位何妹妹真是难得呢，不光是人生的美丽温柔，还挺大方懂礼的，比黄将军家里那个咋咋呼呼目中无人的粗鲁丫头懂事多了。你和一个小孩子置什么气？多替王妃诵经祈福，远胜过你出来招惹是非。今日招惹将军，明日你是不是还要去招惹尚书？说完，打马就走。孟如人晓得宁王这是生了大气，却也只是淡定地回头，低声吩咐丽娘：“去问问这女子到底是什么来路，务必要问清楚，问仔细了。”孟如人则命车夫赶紧打马去追宁王。孟如人歪在靠枕上，看着坐在车前那2位看似恭敬，实则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的嬷嬷，渐渐陷入沉思中。七夕，宁王不肯在府里过，只怕睹物思人，故而来了这庄子上避暑。孟如人千方百计跟着来了这里，却没有收到想要的效果。小心翼翼地跟着住了几天之后，一不小心就触怒了他，一大清早就被遣送回去。孟如人刚好遇到黄家这咋咋呼呼的女孩子，让他找到了一个出气筒，也找到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等待宁王一同归去的理由。这何姓女子待人接物那圆滑娴熟样，绝对不是养在闺中的娇娇女，而应该是经常在外做事和人打交道的。而且在京中有头有脸的人家中，他就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出众的人。孟如人推论，这何姓女子的出身一定不高，但也不会太低。即使这样的出身，正好进得王府，可以成为他的一大助力。
先前听说是许了人家，还让他特别失望了一回。可刚才看宁王的样子，虽然没表态，却是看了又看，分明是入了宁王的眼。只要能入眼，就什么都好说。且不说孟如人那里如何算计，这边牡丹和雪娘与那矮胖汉子辞别之后，翻身上马，慢吞吞地往方圆而去。雪娘得了宁王派人专程过来赔礼的体面，便把刚才的委屈不平全都抛之脑后，兴奋道：何姐姐，外面的传言果然是真的，宁王真的是很讲道理呢。只是他家里的这个女人太讨厌了，他真的应该好好管管才是。娘子和皇室贵胄讲这个，皇帝身上也保不齐有几个狮子。这些亲王们手下的人何止千百，府中的女人又何止几十，他们要操的是国家大事，哪里有闲心管这些小事情？只要不是太出格，就是瑕不掩瑜。这只是咱们今日遇上了，其他府里咱们不知道的事情可多着呢。哦，那就这样吧。宁王长得真俊秀，难怪的，我曾听人说过，这京中的年轻亲王们就属他长得最俊，最像圣上。牡丹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相比较于宁王的长相，他更关心宁王最后能不能成事，李家能不能一飞冲天。雪娘兴高采烈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东张西望着。何姐姐，那次你生病，那蒋家人给你送煎鱼，好像就是在这附近。我记得他们家就在这里，有个庄子，是不是？是。在哪里呀？你指给我看看。我就奇怪，那样的人住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的？我那人回去后，和平日相熟的姐妹讲起来，她们都好奇得很。我没去过，不过应该是那里。看到没有，有许多大树围着的，外面是一大片稻田的。这里离你的庄子有多远呢？不算远，具体没算过。你要想知道，现在就可以自己算算。哦。牡丹领着雪娘等人绕过已经初具规模的河道池塘假山，直接进了屋子，将雪娘带去的下人安置妥当，又把雪娘安排在了自己旁边的厢房里，将送水给雪娘梳洗、做吃食等琐事交给了风大娘和阿桃负责。他自己脸也不洗，就急匆匆地将那几篮子牡丹种子分类用温水浸泡起来，然后带个斗笠，招呼上几个在方圆做活、平时看着还算老实可靠的庄户女人，一起去了苗圃园子干活。